我们持续关心到的是这一场中日之间的争议，日本现在持续的加大抗中的力道，把祸水南引，包括卖给菲律宾飞弹跟护卫舰，怎么回事？我们今天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我们先来看到的是高市政府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高市政府不只是计划明年上半年废除防卫装置出口的限制，非战斗五类的规则也会全部的都给它拿掉。火线话题今天第一个，日本不只是挑台海，如今南海也在放火，都给它烧了。飞弹护卫舰它全部都卖给了菲律宾，逼的北京现在是得要多线的来开战吗？另外来关心南海的火线又要爆开了吗？包括了日本跟南韩现在是狂卖武器给菲律宾，再加上美国的提风飞弹全部上桌，菲律宾变成了印度式军火的一个拼盘吗？现在如果来这样子做判断的话，是战力还是灾难呢？今天一起的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最新消息日本它现在的动作已经不是完全的防卫了，而是在中国针对中国展开多线的开战。来自于最新消息是共同社的报道，最快呢，高市政府计划明年上半年它就会废除这种防卫的装备品了，出口仅现在非战斗类的5类的一个规则，它就会给它完全的给它废除掉。所以呢，它打算出口给菲律宾，一共是达到了3种的武器。今天我们来看到，先是第一个03式的中程防空飞弹，它有什么样的性能呢？可以拦截飞机以及巡弋飞弹，射程大约达到50公里。第二款武器，我们来看到是阿5维级的护卫舰，也是日本第一款的逆踪护卫舰，吨位3000吨，搭载包括了鱼叉飞弹等等的武装。另外，我们来看到还有30电机制造的军事指挥控制系统等等。所以节目一开始来请教李博士怎么看了？日本现在说了要卖飞弹护卫舰给菲律宾，他是想在南海开战，让中国大陆自顾不暇吗？问题是大陆在南海这边有没有可能遇上的就是解放军它的05大区双航母，如果一起对上菲律宾、日本的话，他们又能够撑多久？李博士怎么看？好，我们都知道，日本在2次大战战败之后，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它其实是不能发展军事武力的，所以它叫自卫队，而不是真正的军队。那既然它是不能够有正式的这个军队，那么它又可以制造武器，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矛盾。那么站在国际法上来看的话，好像也没有去制裁或者去说日本不可以制造武器来卖。但是我质疑这个动作跟他的军事的自卫队这个就有矛盾的冲突。那么这3样的重要的这个武器来看我比较认为比较值得来提，就是军事指挥社控的这个系统，这就是我们台湾所谓的 C4ISR 勤监侦。这个东西如果整套都能够做得很好，卖给菲律宾的话，当然对他来讲，他的一定程度的制空权、制海权会得到很大的进步。是，但是呢，能不能保证他在南海这个区域，他就能够给北京造成自顾不暇？我认为以菲律宾的军事的能力，特别其实他海上的能力是薄弱的。菲律宾的兵力火力在全世界的这个军事的评估来讲算是后半段的，它并不强。不会因为日本卖给他这3样重要的东西，他一下子就突然就好像吃了这个菠菜一样，就变得很厉害。所以我不认为他可以让北京自顾不暇。倒是后面这个议题，我认为他的这个山东舰、福建的这2个舰，我们都知道航空母舰它是船团，它不可能单舰出去非常的危险，它必须要有船团、护卫舰、驱逐舰，然后各种的这个舰队，同时呢，它还要具备它的这个装备、后勤补保的这个运输船，这些如果都不能够齐备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航母是不能形成战力。同时呢，双航母出去虽然战力强大，但双航母的指挥调度难度很高，因为航空母舰它的回转半径非常小，那么你如果适当的距离没有取好的话，它是2个舰是不同指挥官，的话，也就是说山东舰、福建舰这2个指挥官的阶级可能大概都是少将的这个指挥官。那既然2个都是少将的话，那谁听谁的？
换句话说，这个航空母舰如果同时2舰出发，它应该会有一个更高阶的指挥官，同时指挥这两条这个航空母舰，然后呢，才能够让这2个航空母舰运行的非常的顺利。不过我认为啊，以中国大陆的这个航空母舰来讲啊，它的开始是瓦兰格号，是买自于乌克兰过去报废的这个航空母舰，那么然后再把它做成瓦兰格号。几年前呢，它试营运之后，发现有许多的问题。其实啊，我对航空母舰来讲，我认为啊，瓦良格号严格讲应该是属于训练舰而已，还不到作战舰。但是大陆已经把它吹嘘的像作战舰一样。事实上，严格来讲，按照西方的严格来讲，瓦良格号还不是作战舰。山东、福建这个已经运作了，但是我认为还不是很成熟的这一个作战舰，还需要再做调整。那这2个舰如果同时指挥得宜的话，我认为菲律宾啊，即使获得日本这3个护卫舰、防空弹 C4ISR 的支援啊，也不是北京的对手。但是我认为啊，北京现在这么聪明啊，他不会去打一个没有意义的军事战，他必然是要考量国际的这个制裁，考量国际的这个形象，考量他自身的防卫的这个力道。我觉得从这样来看，菲律宾跟北京应该打起来几率不高。好，菲律宾军事上面弱是弱，但是喊的却很大声。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个日本卖武器说要给菲律宾嘛，那菲律宾就说，其实我们要抗中不只是得到了来自于日本的武器，我们还买了包括有来自于韩国的武器，甚至呢我们还有这个美国的武器哦。那韩国它是购买了什么武器呢？就是韩国的 KF-21猎鹰4.5代的战机。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看到画面哦，它的一些优势包括它是半逆中的，然后有这个相列雷达。被称为是 F-35的平价版。另外，韩国现代重工也在打造着第2艘的马尔瓦级的飞弹巡防舰，也正式的成军了。3200吨哦，可以反舰、反空、反潜等等。再加上早就已经部署在菲律宾的是来自于美国的提风系统。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虽然很多的国家的武器都使用在菲律宾，但是是不是很像是印度它的万国杂牌，会不会出现这种军备互不相容的一个窘境？委员又怎么看？这当然很有可能啊，所以我们曾经在这个题目里头讨论过嘛，说印度号称是全球兵力排名前几名，可是大家都笑它就是一个万国牌，反正什么牌子都通通买进来了。你不要看别的嘛，你就光看这个印巴之间的冲突，最后是谁占了上风？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说，整个武器的相关的作战系统、相关的这个射控指挥。那么，如果你是用这种混合式的就杂牌军大家凑在一起，你是不是能够达到应该有的战力跟效果？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哦。但是你光看到日本要卖武器给菲律宾，你就知道为什么日本这么欠修理了。就是说，坦白讲，你今天有这种下场是你自己找回来的哦。就你讲错话也就算了，你还不时的想尽各种办法去联合菲律宾，然后来给北京政府造成麻烦。其实日本的这个盘算，其实当时他是为了要配合美国的势力撤出第1岛链，所以当时美国的军方有一个另外的构想，他说我们用倒三角战略，我们在第1岛链留下日本、南韩跟菲律宾，我们成为一个倒三角，把台湾卡在中间，然后面向中国大陆。这是美国当时军方所提出来的想法，那么日本完全是照单全收，然后加以执行。那么，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去关注是美国真的立场跟想法是什么。就是我要强调，就是说日本现在究竟是美国交代他做他才做，还是因为他看到美国有这个想法，他就利用了美国这个想法？事实上，他要做到的是他的军国主义重新复活。这才是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要高度关注的。就北京政府在高市早苗的失言风波过程当中，他向全世界的诉求，向联合国的诉求，他不是诉求台湾问题，他是诉求军国主义复活。因为现在眼看着日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断的扩大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了，这对曾经被侵略的国家来说，那这当然心中要有警觉哦。所以我觉得，如果日本持续要再做这种事情下去，那你当然中国大陆绝对不会放过他。那你说菲律宾呢？如果蠢到说自以为买了个日本跟南韩的这个装备就可以跟北京一战，就像刚刚华球哥讲的，
那就只能够自取灭亡啊！就对菲律宾来讲，他没有这个实力的啦，更不要讲什么双航母了。北京不用派一艘航母来，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如果北京要修理菲律宾，会用同样的方法，就是南海主权问题。就南海主权问题跟钓鱼台主权问题是一模一样的戏码。我就在主权问题上修理你，我在那里痛击你，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办法介入这件事啊。好，现在菲律宾可以说是非常的头痛，尤其是小马可仕哦，对外其实被视为菲律宾就是这一场战争当中美国的棋子。那另外一方面，对内菲律宾则是爆发这个天价的贪污案的示威。现在小马可仕可以说是满头包，因为呢这个幽灵防洪的工程贪污案金额啊，竟然是高达了数十亿美元，所以现在民怨拉不住了。他们就是说呢，这些数十名的这些官员、议员、承包商啊，你们是贪污，应该要被抓去关起来。但你现在小马可仕，你还有心情啊？说我要跟日本买武器，我要跟韩国买武器，到底怎么回事？干哥，对我说一句实在话，这些新闻出来以后，我吓一大跳。哎呦，034防空飞弹、5卫级护卫舰，还有 KF-21这些东西看起来都不错的哈。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你会用吗？然后最大的问题是你有钱吗？啊，菲律宾，我坦白跟你讲哈，我们先那个重大的弊案，我们先摆着。他在长达50年，就是半世纪之中，他没有更新过他的海军，因为他没有能力。那更惨的是，他的空军超过50年没有进步，他用的恐怕还是我们当时从台湾清泉岗送给他的 F5战斗机。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跟美国交易而来的。你把这个东西给菲律宾，我们会拿新的 F5给你，这样子。所以蒋中正总统就好送给他。到了什么时候？到了2000年以后，好不容易才拿了一点美国的新的教练机来。菲律宾现在是没有空军的，你知道吗？所以他跟南韩买了什么？买 FA50，那个也是教练机，那还不叫战斗机，好不好？所以一次你要跳到 KF-21 是什么？是南韩的，南韩版的 F-22，就是美国隐形战斗机，那是全世界最高级的。整架飞机长得就像美国的 F-22，号称 KF-21，但是里面的东西是降规版，降很多规啦。那所以可能可以让菲律宾去尝试的去训练的，说他可以先从这个东西入门。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也不可能。为什么？隐形战机对菲律宾而言，连空军都没有的国家，他怎么样去操作隐形战机呢？海军更是，5卫级护卫舰是日本有名的逆中护卫舰。坦白讲一句，海军人员的素质训练没有10年20年，你没有办法成功的。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大买这么多东西哈，大概日本那个03防空飞弹的入门比较快一点。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菲律宾的贪腐问题。上次我们讲过，300名国会议员里面有60个国会议员牵涉到防洪工程的贪腐案。台风3次来了以后，那3次名字我真的不记得。第一次就知道那个台风那个一来，那个防洪工程挡不住的，到第3次全部都垮了。你知道那个议员在议会里面怎么？他们调查报告的结果怎么样？你知道？他告诉那个厂商说，没有回扣，没有标案，你到底给不给？就是说这些议员在私底下去跟厂商要回扣的时候，那个恶行恶状，那个呲牙咧嘴。所以小马可仕我实在很不清楚，数十亿美元的回扣，可以拿来增强你的军备多少次？范围也有可以多大？所以你跟我讲，你现在你要加强军备以应付南海问题，我看起来根本就是缘木求鱼，因为你自己国内的贪腐事件，还有你跟你自己马可仕家族里面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所以你还想要在南海上面用地缘政治来跟中国对抗吗？我觉得根本就是非常滑稽的一件事情。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